讲一讲我之前做的一个视频，就是关于草莓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到底管不管用。曾经发过一个草莓快死了，抓住草莓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这个碗熟悉吧？这个快要底儿都掉的纸碗，承载了3颗将要死的草莓。这一颗它已经长出了很多条须根，这颗草莓已经基本上全部黑掉了，没有一点点的白根。那么它就在这样的清水里面泡了，到现在大概35天的时间，长出来了这10-20条须根，落在垄上，被晾了10天左右的走茎，根也全部黑掉。同样的，把它泡在水里面，经过了10天时间，而且还是在低温的雨雪环境里面，它长出了白色的须根。这样一来，对于我之前发的关于草莓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咱们就得到了验证。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前提是它不是病害，比如说炭疽病啊、红中柱啊，那些是没有用的。这里主要是大家施肥过多、浇水过多造成的肥害、沤根、烂根导致的草莓基本上快要死掉的情况下，我们把草莓放在了水里面，它就能活过来。我不是说100%吧，但是经过我的验证，本来一颗非常小而且基本上快要死亡的草莓，咱们是给它快救回来了。这也是咱们借着春天来了，跟大家讲一个关于草莓春天的故事。在这里也有很多朋友之前看到了救草莓的那个视频，他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草莓的水需不需要换，在水里面需不需要加其他的什么东西。第一点，我跟大家说的是，这个我用的是井水，因为我这儿没有自来水。如果你用自来水的话，可以晒几天，当然了，直接用自来水也没什么问题。这就是说我们在水里面什么也不加。第二个问题，多少天换一次水？关于时间这个问题，还是有太阳了，它需要的氧气多了，它就要经常换水。如果连续的阴天，它可能需要的氧气就会少。这样的话，换水的周期也是根据温度和天气的原因来决定的。如果你非要加一个换水的时间和周期，那么我建议5到7天换一次水就可以了。当然，我们换水的时候可以倒掉一半或者是2/3，留一些原来的水在里面。这样的话，水里面的氧气基本上是够这些草莓来用的。还有一个我的经验，判断换不换水的条件就是看水里面会不会冒泡泡。如果水里面会有气泡产生，就证明这里面是缺氧了。如果你喜欢草莓，如果你喜欢种草莓，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水银飞宇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